师兄弟们进攻顺利。命令，立即进攻！立即全线进攻！命令，立即进攻！弟兄们，给我冲！团长，团长，敌人打上来了，你看！同志们，敌人攻上来了，给我狠狠地打！那就通知炮兵，配合一下101师。好。通知炮兵，配合101师向万全县发起进攻。是。
武器给我一起开火，不用给老子剩子弹，打！给我进四团。四团长吧，我命令你，20分钟内组织反击，把失去的阵地夺回来。是。把那个口子给我堵上。就是打的剩下一个人，也要给我钉在阵地上。是，坚决完成任务。四团的弟兄，跟我听好了，有口气的都给我站起来，跟我一起冲锋，把失去的阵地给我夺回来。是，同志们，冲啊！
军优待俘虏，放下枪，抵抗只有死路一条。放下枪，给我出来！别开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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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瞎子，炸了他！是，炸药包到。一班长到，进行掩护。是。12月23日拂晓，张家口守敌5万余人向西甸子方向突围。张家口战役，我军全歼副军孙兰峰11兵团5万4千多人，以极小的代价打了一场大歼灭战。张家口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只有孙兰峰及少数随从向绥远逃去。傅作义向西撤退之路已经被彻底截断。
共军已经突破和平门，金汤桥、海光寺、中原公司已受到共军的攻击啊！天津的东西南3个方向已被共军打开了9个突破口，我军外围阵地已被共军突破，损失惨重啊！共军的炮火猛烈，攻击甚猛，现在天津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进行巷战、接垒战。李参谋长，让总司令接电话。总司令，天津陈长捷司令要直接跟您通话。总司令，长捷啊，我傅作义这儿，希望坚持住，再想办法。好。给我接130！司令，北面有，整个天津马上就要被共军攻占了，根本维持不下去了。我看我们还是赶紧放下武器吧。哼！司令，共军已经离指挥部不远了，现在只有警卫部队在顶着。可总部的命令还是坚持就有办法。胡说！你马上出去，代表我跟共军的最高长官谈判。是，我给总司令打电话，给我接傅作义。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别动！别动！不能动！别开枪！别开枪！我代表陈司令要见你们最高长官。你等着。报告排长，发现一个敌人当官的，说要找咱们解放军的最高长官谈判。在哪儿呢？就在前面。好，跟我走。这就是我们的最高长官，有什么事儿你跟他说。您是？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野一纵一师2团前卫营3连4排副排长邢春海。我代表天津警备司令部陈长捷司令，要跟你们最高长官谈判。谈判现在顾不上，王瑞，把他给我压下去。是，同志们，走，给我冲啊！冲啊！总司令，回动！全体回来！别动！固若金汤的天津，不到30个小时就完了。我们早该决断。你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怎么回事？一个团驻守在房里，只有我现在那边的情况呀，你可得小心了。李司令到。
司令。刚接到命令，副总司令，明天上午9点到我部视察。命令上说，有可能到任何师团巡视任何军事项目，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不能有任何的怠慢，不能出现任何的纰漏。是。上去，立正，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右看齐，立正，向前看，向右看齐。回答问题，必须对答如流。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中央军的实力。如果问到有关于指挥问题，毫不含糊，就说听从蒋总统的命令，服从李司令的调遣。那么，不说服从黄师长的指挥了？这句话就不说了。是。哦，来了。立正，敬礼。报告副总司令，华北剿总16军22师563团列队完毕，请检阅。请继续。是。立正，敬礼。这是我们刚刚配置的美式105毫米榴弹炮，全团18门，最远射程18公里，最大初速度635米每秒，射角65度。完全代替了重型迫击炮。不久，我们将配置美式无后坐力炮，代替中型迫击炮。目前全团全体官兵都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美式装备的具体操作。副总司令，这是最新式的美国无线电报话机，已配发到连级单位，现已全面开通，请总司令指示。请李司令指示吧。李司令，请指示。563团的全体将士们，我命令你们坚决地执行我的命令，这就是执行蒋总统的命令，同时也是执行副总司令的命令。为了保卫华北，为了保卫平津，为戡乱救国，拼死战斗！坚决听从蒋总统的命令，服从李司令的调遣，誓死保卫华北，誓死保卫平津。起立！立正！敬礼！礼毕！坐下！
总司令，您看，东北战局的失利，华北迟早必有一场生死恶战。我兵团皆是蒋总统的忠诚将士，秣马厉兵，丝毫不敢有半点的松懈。总司令这次莅临我兵团，是对我兵团全体官兵的厚爱。副总司令一向严于治军，这次巡视定有重大的训诫。卑职李文及属下10万官兵，在此恭听副总司令的训示。请参谋长讲。请总司令讲。好。李司令，今天到场的都是哪个兵团、哪个军师，还有哪些旅团的军官？总司令，国军第4兵团16军22师、109师、94师，团以上职务者均在此列。副总司令对我的属下不太熟悉，那么是不是让他们一一报上姓名啊？22师黄建夫师长到。你是64团团长杨明玉在哪里？杨团长去联勤司令部第5补给区去领取美式新型步枪去了。那66团副团长秦世贵呢？这66团吴团长可能清楚。66团团长吴征到。你来回答。是。秦副团长今日偶感风寒，在营房休息。回答完毕。哦。那么65团副团长于鲁、团参谋长姬继飞、炮团副团长郑虎、火箭筒大队长孟相呢？都偶感风寒了，还是已经战死沙场了？黄师长，他们为什么不在列？这卑职带兵不严，有所忽略，甘愿受罚。副总司令对我部是了如指掌啊，真叫卑职佩服。109师师长严应高到。你师有多少门火炮？12门美式榴弹炮，12门重型山炮，25门重型迫击炮，50门中型迫击炮，还有20门轻型迫击炮，还有100个火箭筒。部分火炮准备在近期内换作美式105毫米榴弹炮，目前正在陆续更换中。把重型迫击炮换作美式105毫米的榴弹炮，中型迫击炮的数量又大大减少，只相当于过去的1/3。为什么？为了提升整体作战实力，正在陆续配置。李司令，把重型迫击炮换作美式榴弹炮或者是日制的重型山炮，有什么必要和好处吗？榴弹炮和山炮在摧毁敌军的坦克、装甲车、攻击碉堡的时候，威力显然大于迫击炮。李司令对于火炮性能的说法完全正确。那就是说共产党有很多的装甲车、坦克车，还有碉堡需要我们去摧毁了。严师长，到。美式的无后坐力炮、火箭筒等等这些中轻型火炮，比过去的迫击炮有什么威力和长处啊？射速快，火力猛，可以迅速摧毁敌军阵地和阻止敌人进攻。那么，如果全师持续1个小时的炮火，要消耗多少弹药？需要多少弹药来补充？那么在野战当中又需要多少的后勤补给做保证，才能持续24小时作战呢？恕卑职还未进行过仔细测算，不能准确的回答。卑职失职。
李司令，你现在身为北平警备司令，如果共军1周后围攻北平，你的这些火炮都准备在什么地方设防？副总司令的训示非常重要，卑职应当布置好。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啊。卑职还未及布防。这个样子就能保卫华北、保卫平津了吗？这个样子就算是忠诚于蒋总统了吗？笑话！我傅作义今天先把话挑明了说，在我华北剿总所辖范围，不管什么中央军、地方军，谁都别想给我眼睛里揉沙子，脚底下使绊子。有什么本事都给我用到如何作战上去。如果不听指挥，各自为阵，相互掣肘，敬酒不吃罚酒的话，不要埋怨我傅作义，到时候不讲情面。总司令，怎么样？有回话了？司令，中共中央回电，同意了协议中的所有条款。走，现在就去签协议。副总司令，肃静代表，我们双方现在正式签署协议吧。好，华北总部这边由王克俊、崔载之为签约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授权我为签署代表。好，来，请，请。草拟协议之处，就是当年袁世凯派外交次长曹汝霖与日本公使签订丧权辱国21条的地方。当年21条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是一片抗议之声，民怨沸腾。我们今天签署的这个和平协议，我想公布于众后，人民一定会欢呼拥护的。哈哈。协议21日下达各部队，22日一早见报。是吧？我看谁呀？是肯定要好，有什么具体啊？好，哎，师兄啊，你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吗？通知只说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啊。哎，我怎么觉得这个会议的气氛不对呀？我也觉得。起立，全体坐下。
诸位将军，现在开会。现在是决定我们北平25万军队和200万市民生死的时刻。我们面临的形势，我想不必多说，在座的诸位谁都不糊涂。眼下，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和共产党和谈。经过与中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协商，签署了一个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下面由王克俊秘书长宣读协议全文。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分正文和附件2部分组成。正文共18条。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书，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双方休战。2、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3、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1月后实行整编，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4、移驻城外之部队可携带1星期之补给量。16、各种新闻报纸继续出刊，嗣后重新审查登记。17、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18、人民各安生从业，勿相惊扰。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苏静，国民党军华北总部代表王克俊、崔载之，1949年1月21日。协议全文宣读完毕。协议大家都听了，诸位有何意见？完全同意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赞同协议条款，坚决拥护副总司令的决断。霸占沿河，功在千秋，我完全拥护，坚决执行总司令的命令，赞成和平协议条款，和平顺应民心。我没意见，坚决执行命令，拥护北平和平，赞同协议条款，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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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司令、石司令，你们对协议有什么意见？我们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恐怕王秘书长你的部下有意见。我一个文职，何来部下呀？我们部队的政工干部不都是你管的吗？你问他们，他们有意见。那好。请2位司令把刚才说不同意的政工干部的名字给我说出来，我立即命令他们赶到现场，当面表态。总司令，不必了，不必了。李司令、石司令，你们难道有更好的办法解决北平的问题吗？难道在座的还有主张打的将领吗？总司令，北平不能打，坚决走和平道路。对呀。打下去就是死路一条，我们拥护和平协议，不能打，坚决不能打，不能打，坚决不能打，坚决不能打。
李司令，你还有什么意见？北平停战我没有意见，我同意协议上的条款，但是，总司令，我和校长多年师生关系，不便留在这里执行协议。您能否同意我带上几个人回到南京去呢？我石觉，也是蒋总统的黄埔学生，我也想回到南京去。我也要回到南京去，我也要回到南京去。不愿意留下的可以走，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保证你的部队不出事，不伤一人，不放一枪，不毁一物。如能做到，我答应把你们安全送走。谢总司令的恩准，我们一定做到。哭什么哭？别哭了，没出息。谢谢总司令。喂，柯军啊，司令，你让藤九以我的名义给林罗涅将军发个电报，你记一下。请稍等。司令，您说吧。目前会谈纪要所谈之事正在研究，但是因为14日为限，答复太仓促。有关离城整编的问题，因为部队相当复杂，在双方观念一直没有沟通之前，犹做战斗准备。今日起，方能转做和平部署。打通思想及说服工作，均非仓促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需视部队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双方具体商议约定。不日将派邓宝山将军及周北峰再去会谈。就这个内容。拍照啊！哎呀，诸位，今天我们华北7省市参议会代表和北平各界代表开会，就是呼吁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和中共解放军停止战争对峙，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对，北平问题一定要解决。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立即停止战争，大家和平谈判，以求中国的兴盛。对。我提议以大会决议的名义，通电南京和中共双方，呼吁双方顾及北平200万人民的痛苦，上千年的文化古迹，坐下来谈判。北平不能打呀，这是人民的意愿。对，不能打。哎，诸位，谁都知道，北平是座历史文化古城，蕴藏着千年古迹。北平200万人民盼望和平，反对战争危及和伤害他们的生命财产。现在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我们呼吁立即坐下来和谈。为了什么？这叫人民的意愿。蒋介石要的不是真正的和平，他打内战的策略不会改变，这是政治伎俩。对，我们要的不是这个，我们要的是停止内战，国家统一，民族复兴。对啊，说得好。我要向傅作义将军发出呼吁：你是抗日名将，但内战你不能打，应该顺应民心，选择和平罢战，铸剑为林，将成就一番千古伟业。对呀，谁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必将永垂史册。我不相信傅作义将军愿意看到
圆明园的悲剧在北平重演。对啊，说得好，我们要去中南海，去向傅作义将军请愿，呼吁反对战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中国人民已饱受内战之苦，应该结束了，应该携起手来，建设一个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刚才发言的是康有为先生的女儿，她说得好啊。请啊！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们 ，Welcome, ladies and gentlemen。我受国民党华北总部傅作义总司令委托，向各位宣告，经过与中共的艰苦谈判，国民党华北总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好，太好了，太好了，好。现在我向大家宣读傅作义总司令文告。凌纯，爸，凌纯，爸，小
明纯，菊姐，明纯，菊姐。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冬菊姐，我想欧阳。明纯，我想欧阳。欧阳就葬在这儿，还没来得及理明白。如今我呼唤起来了，太阳升起来了，他的手抚摸过哪里，哪里就消失了寒冷，只有发芽的青翠的生命，飞翔的春风。这一页翻过去了，我看到200万北平民众是如此的兴奋。回想这2年半跟着蒋介石戡乱剿共的内战过程，我的内心充满了极端的矛盾和痛苦。蒋介石政权，他们嘴上说是为了人民，而实际上只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处处在摧残和压迫人民，最终势必被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的作为，体现了工农大众和全体人民的意愿，从而获得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一步步从弱小走向强大和胜利。历史再一次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我傅作义打了大半辈子仗，一直想当常胜将军，没想到最后这一仗是用和平的方式结束了我的军人生涯。战场上，我承认这次是打输了，
但遵从人民的意志，我选择了共产党的主张，实现了北平的和平。也许，这是我傅作义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一次胜利。主席来了。毛主席好。你好啊，傅将军。你好，又见面了。宜生将军，这些你好。我们过去在战场上见面是清清楚楚啊，今天我们化剑为离，是孤旧亲戚，难舍难分呐。我有罪。哎，应该说你有功啊，抗日战争你有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你也有功啊。跟着蒋介石戡乱反共，罪恶不小啊。过去你有过，现在你有功，功大于过，应该收你一枚哦，像天坛一样大的勋章哦。